当战争逼近时，一个国家必须迅速动员各种资源与人力，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紧急状况。就乌俄战争来看，台湾可能面临类似的动员挑战。乌克兰在战争爆发后，迅速启动了全面动员计划，将不同年龄层的男性征召入伍，并动员了大量的后勤支援力量。这也同样显现出，在面对侵略时，迅速且有效的动员是保持国家抵抗力的关键。台湾作为一个需要高度重视国防的地区，动员机制自然是极为重要的。这一集将为各位说明，在战争来临时，台湾可能采取的动员策略，尤其是针对不同年龄层的征召方式及现役军人、后备军人和补充兵的角色。在动员的首批人员中，年龄介于20至45岁的男性将是优先征召的对象，因为这一群体多数都有过当兵的经验，对于军事训练和战场环境有较为深刻的记忆。此外，这个年龄层的男性通常身强体壮，体能和心理素质都达到最佳状态，能够承受战场上的高压与挑战。由于他们的战斗力和作战经验，因此最有可能成为被征兵的第一批对象。随着战争的延续，当第一批部队开始出现人员消耗或无法应付战场需求时，其实也就是大多数人员的战时，人数不足的情况下，18至20岁的年轻男性将成为第二批征召的对象。尽管这个年龄层的大多数人尚未完成完整的兵役训练，但他们的体力和身体机能处于巅峰状态。此外，他们的学习能力强，适应能力高，能够快速接受军事训练并投入战斗。因此，在需要补充战力的时候，他们将迅速被纳入部队编制。若战事持久且前两批人员损耗严重，45岁以上的男性将被纳入最后一批动员的范畴。这个年龄层的男性虽然体力与耐力可能不如年轻人，但他们往往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与决策能力，能够在后勤或非前线的决策中发挥作用。谈到征召制度的问题时，有一个问题让许多人保持着疑虑：难道现役的职业军人不用上前线杀敌吗？其实，在战争爆发后，台湾的现役军人将迅速进入作战状态，承担防卫国土的主要责任。但是现役军人平时就有固定的业务，例如后勤支援、飞行任务等其他业务。在战争期间，职业军人通常会先过好自己所负责的业务与任务，不一定每个职业军人都会直接上战场杀敌，而他们的职责范围广泛，除了确保补给线的安全之外，同时需要提供医疗资源、指挥调度以及执行各种战略任务。台湾的军人在结束现役后，会自动成为后备军人。当战争爆发并且人力资源开始出现缺口时，这些退役的后备军人将会被迅速召回，重新回到原本服役的部队中，继续执行军事任务。这种安排不仅确保了部队的战斗力延续，也使得退役军人能够运用他们的经验和技能，为国家贡献力量。在台湾的国防体系中，有一类特殊的役男被称为补充兵。这些人通常会因为身体状况、家庭因素或其他特殊原因，无法正常的接受完整的军事训练，因此他们的服役时间通常为12天。虽然他们的训练期较短，但在战争发生后，这些补充兵并非不用承担军事责任。补充兵在战时会被分配到后勤部队，主要负责补充粮食、弹药等物资的供应工作。这些物资对前线部队的持续作战至关重要，因此补充兵的角色也是战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虽然他们并不会被派往前线参加直接的战斗，但他们在后方的支援工作同样重要，且对战争的整体进行有着深远的影响。台湾面临的最大威胁无疑是来自中国的军事压力。随着两岸局势的日益紧张，中国不断加强对台湾的军事威胁，甚至进行实弹演习以展示其武力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台湾的动员计划显得尤为重要。动员迅速有效，才能够在战争爆发之初即形成有效的防御力量。在乌俄战争中，乌克兰不仅征召了现役和预备役军人，还大力依赖各类民间资源，包括女性和年长者参与后勤支援，确保前线部队能持续获得所需物资。台湾若遭遇类似情境，也将不得不全面动员所有可用资源，包括企业和工厂，以支撑战时的各种需求。这一点类似于之前台湾在疫情期间迅速扩大口罩生产的经验，在短时间内调动生产线，以满足国家紧急需求。除了直接参与战斗的部队，后勤支援也是战争胜败的关键之一。
战争期间，妇女、技术人员、兵工厂员工等各种非战斗人员也可能被征召到后勤部队中。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确保物资的充足供应，包括食物、军事装备、医疗用品等。此外，企业和工厂也可能被征召，用来生产国家所需的物资。总结来说，台湾的动员方程式涵盖了从现役军人到后备军人、补充兵、各类后勤支援人员的全面动员策略。随着中国威胁的增大和美国援助的可能性，台湾必须确保自身的国防准备充足，这样才能在战争来临时有效抵御外来侵略，保卫国土安全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。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，欢迎留言与我们分享、订阅、按赞并开启小铃铛，或者使用超级感谢支持我们。如果你愿意加入会员，将是对我们极大的鼓励。只要2颗茶叶蛋的钱，即可拥有多种优惠，等你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。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